晨2点，女孩站在大桥边上就要跳河了，而唯一在场的你看她如此危险的姿态，却在不远处惬意地吃着辣条，露出一副嘲讽的表情。见此，女孩微微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别过来，激将法对我没用的。女孩语气平静，但很嘶哑，透着一股子疲倦。你借着微弱的灯光也看清了她的面庞，她双眼红肿着，紧紧抿着嘴唇，嘴角还有一大片淤青。那深棕色的眸子里透出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听到此话，你扭头看向深不见底的江面，有些不满地说道：“激将法，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多？我管你死去哪里，这个地方是我先发现的，你插队不太礼貌吧？”说完后，你还用手指了指栅栏。插队。叶景轩一呆，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眼前这人的意思是他也要自杀。你觉得我会信吗？叶景轩不想多废话，直接松开了自己握在栏杆上的那双白皙的小手。这个姿态已经是非常危险了，一阵风可能就会把他吹下去。但你却很是随意地看了他一眼，仍旧满不在乎地自顾自看向江面。你信不信关我什么事？你下去了，我就得花力气再找另一座桥，麻烦死了。好不容易找到这一座车流不大、河水够大的桥，本来还想着可以无声无息地消失呢，还能喂喂鱼，也不用麻烦别人收尸，全被你搅和了。你说完，很烦地挠了挠自己的头发。叶景轩一愣，这人选择这里的理由怎么和自己这么像？都是想着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不给别人添一丝一毫的麻烦。此刻他已经有些相信了面前这个男人说的话，他也是来自杀的，要不想法怎么会如此雷同？你赶紧下去，你爱去哪里跳就去哪里跳，这里不行，这是我跳的地方。突然，你似乎想到了什么，抬头与面前的女孩子直视着，说话的语气有些霸道，并且说完后直接原地爬上栅栏，学着叶景轩的样子坐在栅栏上，双手伸了个懒腰，并不抓住栅栏，一样的危险坐姿，最后还对着女孩摆摆手，示意她赶紧走人。叶景轩有点懵，有些不明白地问道：“你跳你的，我跳我的，挨着你了。”他语气开始有些激动，还有些委屈。他平时是比较内向的，和陌生人交流总是比较困难，但此刻和眼前这个第一次见面的男生交流，却流利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气的，我可不想和别人死在一起。你斜了他一眼，帅气的面庞上露出嫌弃的样子。叶景轩感觉自己要疯了，这什么人啊？我还没说嫌弃你呢，你倒是先嫌弃我来了。他看了眼自己的手表，此刻已经是凌晨2点31分了，离自己想要的3点钟还差29分钟，再忍忍就好了。他努力平复心情，内心劝说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叶景轩不想搭理这个人，于是低头看向黑漆漆不见底的江面，不再吭声。你不走是吧？好，那一起跳下去后变成魂魄啥纠缠在一起的话，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叶景轩听着这人说话，突然有些猥琐的样子，他皱眉扭头看去，结果看到眼前这个男人明明很帅气的面庞上露出一副有些猥琐的样子，见自己看过来，还吐出舌头在嘴巴四周很恶心的缓缓转了一圈，还是带拉丝的那种。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叶景轩感觉自己脑子好乱，甚至差点一恍惚都栽了下去。他觉得自己要疯。别说他，你此刻也是内心泪流满面。天啊，我在做什么呀？对一个女学生伸出嘴巴乱舔舌头，这妥妥的变态行为啊！周末你要冷静，这都是为了救人。对，都是为了救人，所以这点破事都值得被原谅。想到这里，你心下稍安。你能不能换个地方？就当我求你了。正在乱想的你，突然听到女孩有些哀求的声音。你闻言，心中暗喜，知道她的思路被自己带进了沟里。只要自己在这里，这女生应该不敢乱跳了。你扭头与其对视，就看到女孩脸色复杂的盯着自己，并且警惕心十足的样子。你心中一盘算，有了计策。我今天把钱全花完了，没钱坐车了。说完，你貌似无奈的耸耸肩，看得叶景轩咬牙切齿。钱。行，我给你，只要你答应离开这里。叶景轩当然不喜欢眼前这个家伙，但眼下还是让他赶紧走最重要。钱不钱的，对他而言也不重要的了，给就给了吧。那我们微信加个好友吧，这样转钱还方便。你扫我还是我扫你？你的脸上露出有些坏坏的笑容。我扫你。叶景轩咬牙切齿地说道：“小叶子。”你着重看了眼对方的昵称，头像是一个彩色的热气球，下方载着一个长发女孩在高空之中的样子。哗啦啦，您的微信到账100元。你点击了收取转账的按钮，100块差不多是自己打工1天的收入了，就这么一忽悠就到手了，可真行。但你没工夫高兴，脑子开始飞速思索接下来的对策。钱给你了，你走吧。叶景轩再次低头看向了黑压压的江面，轻声细语地说道。他已经不想费力气说话了，但他说完后，等了起码5分钟，对方却迟迟没有动的意思，这让他再次有些恼怒。这时离凌晨3点整还有19分钟，他扭头看去，发现你在手机屏幕上使劲扒拉的什么，好像是地图。你还不走？听着女孩冷冷的声音，你露出有些苦恼的表情，然后将手机屏幕转向了女孩那边。女孩看了眼屏幕上依稀可见的地图，皱着眉头，没有说话。我刚才发现这附近4大支流，只有这条河最是合适。如果非要找离一条合适的，大概需要向北200公里，那座桥才合适。你平静地说道，脸上露出有些无奈的表情。叶景轩一琢磨，知道这人是觉得100块压根不够，于是咬着牙把自己剩下的最后的那点钱都赚了过去。哗啦啦，您的微信到账123.74元，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当然，如果能打发眼前这人走的话，也算值，毕竟地下也用不着钱。同时又感觉自己很悲哀，走的时候1分钱也没了。然而你还是没动，接收了钱，还是在摇头叹息。你这人不要太过分了。女孩歇斯底里地咆哮了一句，虽然用尽了力气，但声音沙哑，并不大。叶景轩之前已经哭了很久了，本以为已经流干了泪，但现在一种很委屈的感觉又涌上心头，让他的眼眶再次充满了惊异。他毫不怀疑，只要自己的脑袋随便动动，泪水就会再次夺眶而出。活着被人嫌弃已经够了，就连想死还没有自己做主的权利的吗？明明我已经够努力了，我努力的学习，努力不给身边每一个人添麻烦，可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明明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一切？不是过不过分的问题，是那边实在是太远了，这223.74块不够啊！不信你看。听到旁边男生有些无奈的声音传来，叶景轩转过头去看了眼对方伸过来的手机，但泪水已经
满眶，他眼中只有一片片被扭曲成不成画面的影子，他看不清。但即便如此，手机发出的光芒在他眼前还是惹眼至极的，让他能够辨明对方所在的位置。吸溜，叶景轩抽泣了一下，用力眨眼好几次，几次努力后，终于依稀看清了对方面露无奈的样子。至于自己现在这副乱糟糟的样子，被人看到，他也不在乎了，无所谓。而你看着面前泪流如注的大眼睛，不知为何感到了一种窒息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经过差不多半分钟的尝试后，叶景轩终于看清了手机上的内容，是显示的一条导航路线，看样子的确是从这边到另一座大桥，距离249公里，打车最低费用443元。原来这人说的是真的。叶景轩呆了一呆，感觉自己的脑子有些短路，陷入思维怪圈里的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劝走眼前这人？可自己已经没钱了呀，让他自己真的走，他是不甘心的。况且这人真的跳了，即便自己日后过多少天条，都能想起这人刚才猥琐的样子，他就觉得自己做不到还在这里安静的离开。但就算想走，他已经没钱了，1分钱也没了，也去不了别的大桥。正在这时，叶景轩突然听到旁边那男生说起话来，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小孩子说话。小莫乖，爸爸妈妈虽然去了远方，但还有叔叔婶婶在呀，叔叔婶婶照顾你好不好？叔叔婶婶在真好。小莫，天气冷了，叔叔让婶婶带你去买衣服好不好？你把密码说一下，密码是199319，这是我生日，然后加1，是妈妈告诉我的，真乖。说完后，你的语气正常了起来，然后我就发现卡里的9万多块全没了，我只拿到了一套地摊上买来的冬装，花费不到100块。我那堂弟穿着一身从上商场买的高档衣服，前后花了3000多，就这，我还傻不拉几的觉得他们对我真好，高兴了很久。当时身为我监护人的爷爷已经病倒在医院了，知道这件事后，情绪很是激动，臭骂了一顿我叔却说我吃他们的穿他们的，以后还打算养到我大学毕业，拿点钱怎么了？爷爷情绪太激动，没过几天就去了。高2那年，由于一次和堂弟争吵，我叔给了我一耳光，我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住进了同学家里，从此再也没有回去，也没有花过他们1分钱。听着你巴拉巴拉说了半天，叶景轩呆了呆，心中五味杂陈，对你的态度不自觉也柔和了几分。看来上天也不止对自己不公平。这座桥似乎也行啊，还差30块，要不你借一下？你见自己说了一堆话，终于引起对方共情，说话的语气里有一丝窃喜。你再次举起手机，想让叶景轩看看。叶景轩听着你说话的语气，感觉心里头也是一酸，明明是要自杀，他怎么还能高兴得起来？他仔细打量过去，却发现对方的手机光芒暗淡了很多，他看不清。坏菜，手机电不多了。你有些焦急地说道，你不能自己借吗？我把所有联系人都删除了，不管是手机通讯录还是微信好友，你现在是我唯一的好友。你一字一顿认真地说道。闻言，叶景轩彻底无语了，这都是什么人啊？既然如此，他也不是不能借钱，只是他社恐，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张嘴的。见叶景轩小脸上露出踌躇之色，你脸上继续保持焦虑，心底却是暗喜。要不你过来看看，我可不敢骗你。等确认了真实情况，你也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被忽悠的叶景轩直接就顺着你的思路在思考问题，但让他主动去靠近男生，他没做过这种事，一时间又犯了犹豫。马上没电了，你的话让叶景轩一咬牙，直接用双手紧握着栏杆，慢慢挪动着小屁股靠了过去。现在离凌晨3点整还有7分钟，等两个人距离3米的时候，他停了下来，这样应该可以了。还不行，你看，你将屏幕亮度偷偷调到了最低，叶景轩根本看不清，又不敢使劲伸头过去看，他又再次动了动，距离2米，这样总可以了吧？自己看。你晃了晃自己的手机，叶景轩见还是看不清，只好再次挪动着过来。这次两个人的距离只剩下1米。你手机拿过来，我自己看，随你。你毫不在意地将手机递了过去，心中却偷笑，这小傻妞现在才知道要手机。叶景轩仔细观察，终于看清楚了屏幕上的内容，显示的是导航在附近一座大桥，费用是208块。208块，这不是够吗？叶景轩这种念头一闪，脸色一变，意识到了什么，赶紧松开手，身子前倾，准备直接跳下去。但胳膊上突然传来一股巨力，将他向后狠狠拉扯了过去。也就是几秒的时间后，叶景轩感觉自己狠狠摔在地上，而那个男生正抱在自己身上，露出一脸奸计得逞的笑容看着自己。你骗我，就当是我做的最后一件好事吧。听到你这么说，叶景轩一下子委屈地哭了出来。好事？你把我钱都骗走了，还不让我走掉？你还说你做了好事？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你闻言，脸上露出有些尴尬的神色，正要说话，就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快来帮忙，我快拦不住了。与此同时，你就听到了女孩突然这般声嘶力竭地喊道，并且随后感觉到一双小手紧紧抱住了自己的腰。她闭上眼睛，由于紧紧抱着上方男生的缘故，整个身子也靠了过去，小脑袋也紧挨着你的胸口。倒反天罡是吧？恩将仇报是吧？不是，同志，听我解释，别乱动。你嘴角一抽，正想解释，就被人紧紧抓住了肩膀。听到有人呵斥这个狡猾的家伙，叶景轩刚才还憋屈的心情突然大好了几分，嘴角不禁挂起一抹弧度。3个小时后，你看了看钟表，对着面前戴着金丝眼镜的斯文中年男人撇撇嘴，我说了半天，周末同学，你能明白吗？活着。谢医生，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不想自杀，是他要自杀，我把他拽了下来。我明白，你明白啥？没证据别瞎说。你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强作镇定的挠挠后脑勺，表示自己很是困扰的样子。谢天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双眼注视着面前这2名来访者，他的表情温和而亲切，仿佛在用微笑和眼神无时无刻传达着理解2个字。根据他多年的经验，眼前这个小伙子和旁边坐着的那个始终低着头的小姑娘都是有轻生念头的。至于为什么他们根本不认识，却又恰好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谢天并不感觉很意外。轻生者选择
择自尽的地方都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证据，抱歉，还真有，是一名开出租的司机，他报的案。司机，你立即想到了那名带自己过来的司机师傅，瞬间放弃了辩解的意图，然后把自己今天的事情粗略讲了一遍。最后说到关于旁边的叶景轩的事情，却说得很细致，甚至添油加醋了几分。叶景轩一直都低着头，一副拒绝交流的样子。此刻听到你的话，却抬起了头，瞪了你一眼。但在心理医生面前，他怕生的性子又显露出来，始终没有说话。但不管怎么样，接下来的3天内，你和叶景轩都被心理医生劝导了无数遍。你怕麻烦越来越大，就索性说自己是一时冲动，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甚至还主动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一时冲动的害处，反倒是听得谢天一愣一愣的，把他一肚子话给憋了回去。叶景轩虽然不愿意说话，但也是尽量配合，争取早日离开。等你离开时，叶景轩还留在里面。虽然详细的心理座谈是1对1单独进行的，但你还是知道了现代女生的基本信息。叶景轩今年17，是海城2中的高3学生，虽然性子孤僻不爱说话，但学习成绩却是极好的。巧了，是自己母校。至于导致他想不开的真正原因，这就属于个人隐私了。况且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我能救他一次，还能救他一辈子。你轻笑摇头，打开手机看了几眼。3天过去了，一个电话也没有，只有一条微信信息，而且还是房东发过来催着交房租的。你回头看了眼医院的大门，以及四处忙碌的各色人物，眼中闪着迷茫之色，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迈开脚步。你发现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了，继续不要命的打零工，然后继续还无穷无尽的房贷房租，然后拼了命的挤占剩余时间学习，使劲卷成优秀毕业生，然后找份工资高点的工作继续打工。一想起这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你就感觉乏味的不行，还是走了算了，真的没意思。随便翻着手机，然后又是一愣，那名叫叶景轩的女学生的转账记录看得你一呆，想起几天前的闹剧，然后嘴角不自觉翘起了一个弧度。你还记得这个女孩子为了让救援人员误导自己，一把紧紧抱住自己，把头贴在自己胸口的场景。那时你甚至闻到了她头发上传过来的淡淡清香，并且还有一撮呆毛在自己脸上挠来挠去，痒痒的。这是前女友也没给过的待遇。你看了眼卡里的余额，然后直接给对方转过去了2000元，也没想着等对方说话，直接删除了好友。这笔钱即便是删除了好友，依然是可以领的。别问为什么这么做，问就是酷。临死前想在同龄女孩子面前耍酷一下，很合理吧？你不怕她不领？她1分钱都被自己骗走了，不领钱怎么活动？打个车吃碗面都够呛。看着卡里还剩下的不到500块，正好够自己打车去之前让叶景轩看过的远处的那座大桥——明月大桥。前几天去过的大桥，你怕有人蹲守，所以最终还是决定去明月大桥。自个杀还要有反侦查意识。随后你随便找了家附近的面馆，花了30块吃上了碗面，加了豆干、香肠、狮子头、辣椒和豆皮，再来了一大瓶雪碧。以前为了省钱，吃碗面什么都不加都算奢侈的了，雪碧更别提了。所以你现在吃得很爽，一大口面，一口雪碧，一大口狮子头，一口雪碧，从来没有这么敞开怀，毫无顾虑的吃过面，从来没有。你感觉真是太爽了，甚至隐隐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涌上心头。原来30块钱就能这么幸福，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然后就眼泪吧嗒吧嗒的默默流下，也不管旁边的客人以及老板投来的异样目光。你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虽然只有短短的13分钟，你也不知道自己为啥会哭，但一想到那个傻妞泪流如注的样子，你也管不住自己了。可恶，女人就是麻烦。吃完面，你再次坐上了一辆出租车，这次你没有直接让出租车直接送大桥旁，而是选择了不远处的大型游乐场，用来掩人耳目。下午6点10分，一辆来自海城的出租车缓缓停在了位于山城的山海大世界游乐场正门口。下车后，你找了个方向，确认了大桥所在的位置，刚迈开腿就开始下小雨了。随后你走进了一家超市，买了把雨伞，撑开后一路向北，慢慢消失在了远处。1个小时后，你跨上了大桥，大约走了一半的时候，除了窸窸窣窣的雨声，偶尔有一辆汽车呼啸而过外，其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你前后看了看，灰蒙蒙的雾，虽然能见度还可以，但看不到桥的尽头，只有一个接着一个的路灯勉强照亮了一小片区域。和前几天去海陆大桥比起来，你感觉此时内心要沉重了许多。阴天下雨本来就让人心情压抑，加上这看不到尽头的来路与去路，你感觉更是有些孤独。我这是从哪里来的，又要从何而去呢？但这样的景色平时还是很少见到的。你掏出手机，卡拍了起来，试图让自己看开一点。晚上8点33分，你终于到达了大桥中央的位置。你也不嫌弃栏杆上沾满了雨水，懒洋洋地趴在上面，胳膊肘夹着伞，低头看着昏沉沉的江面。你看了眼表，想起来前几天准备跳河的那傻妞好像就在等3点整跳下去，多少是个整数。我9点整好了。你轻声开口，声音小到微不可闻。正在这时，电话响了，你看也不看就接了电话。喂，您是小莫，我是你吴叔，你房租准备啥时候交？听到这个声音，你脸上一暗，吴叔好，过几天就给你。然后就听到对方语气严厉了起来，又过几天，每次都说过几天，能不能换个理由？我最近换了兼职，工资还没发，我知道你不容易，可谁容易啊？年轻人嘛，吃苦是福，多磨练一下总是。你眉头一挑，感觉心脏被锤了般难受，直接咆哮，我你麻痹！不等对方说完，直接挂断，随手把手机丢在了一旁雨里，也不管它摔坏不摔坏，进水不进水。但手机很快又响起了铃声，你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一想到打电话的人是房东，就觉得有些恶心。这老头总是喜欢跟自己嘚瑟，吹牛皮的时候看着很好说话，但一到要租金的时候，就跟个讨命鬼似的，能多提钱要就多提钱。其实这也没什么，但后来偶尔得知，这房子上一任租户，一个小姐姐因为结婚不打算续租了，跟这老头
商议，他当时答应的爽快，但等小姐姐费劲把房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后，才对人家说合同不到期，所以不退押金，也就1000块，你就感觉很可笑。有人说某种人越缺什么就喜欢炫耀什么。电话那头的人很倔，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大约到了晚上9点，这时你才终于拿起了手机，皱着眉头看了眼手机屏幕，人却是一愣，这个号码不是房东的，这时恰好对方中断了拨通电话，房东的电话总共打过来7次，这个未知号码竟然打过来14次，这让你有些费解，不知道还能有谁比讨钱鬼房东对自己执念还深。不过此刻时间赫然已经来到了9点，也无所谓了，你不再犹豫，爬上了栅栏，将伞丢在一边。正当你准备跳时，电话又响了，你看了一眼，还是那个未知号码，这个人究竟是谁？这种事情还是头一次。浓浓的好奇心驱使下，你接通了手机，喂，您是叶景轩，你有事吗？你回头看一下，你一愣，还不等自己反应，就被人从后边用力抱住了腰，猛地向后一拉，熟悉的感觉，然后就感觉屁股一痛，你的屁股在水泥地面上来了个硬着陆，同时还有一个女声传来，这声音有点熟悉，然后一股熟悉的清香传入自己的鼻腔中，你莫回头望去，就看到了一张俏丽的小脸，尤其是那双大眼睛，很是水灵，此刻还透露出有些委屈的意思，嘴角还有一大片淤青。没错了，是那个小傻妞。叶景轩见对方看过来，面对面的距离很近，他像是受惊的小鹿般，赶紧松开了搂在你腰间的小手，并且神色有些慌乱的向后退了退，拉开了距离。你见状准备站起身，屁股刚刚离开地面，就看到身后的小女生脸色一变，笨手笨脚的又赶紧挪了过来，再次狠狠抱住了自己的腰。这次不仅是清香入鼻，还能感受到后背上一阵柔软，这也是前女友不曾带给过自己的。此刻两个人的脸离得很近，你正想开口说些什么，女孩却与你眼神对视一眼，就慌乱的移开目光，然后直接把头低下，不敢看你。你再次尝试站起来，却发现被对方锁得牢牢的，根本使不上力气。这傻妞还挺聪明，知道自己力气小，就抱着腰让自己使不上力气，这样自己就不好挣脱她跳下去。她明明那么怕生，但似乎更怕自己这个陌生人跳下去，真是奇怪的女孩子。你松开！不，听着女孩倔强的声音，你叹了口气，你在多管闲事知道吗？你不让我跳，我也不让你跳。你眉头一挑，你松开，我不跳了，真的，骗人是小狗，不说话，你是小狗，汪汪！嘿，这傻妞！你抬头看了眼黑漆漆的天空，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自作孽不可死啊！哗啦啦！正在这时，雨势变大了一些，雾气却消散了一些，你抬起了头，眼中闪过莫名的神采，天空被一层厚厚的灰色纱布笼罩，阴沉而压抑，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仿佛无数根细线从云端垂落，衣服也越来越湿，身体感觉大部分都冷了起来，只有后背上女孩贴着的位置稍微暖和些。你身上好暖啊！你突然语气轻飘地说道。叶景轩闻言一个恍惚，手上的动作为之一缓，你趁此机会赶紧扒开女孩的小手，就要爬上了栅栏。你要是敢跳，我就打119。现在打你不觉得晚了吗？你有些好笑地说道。一边说，你一边爬上了栅栏。晚不晚不要紧，你不是怕麻烦别人吗？等救援队来人了，你看他们忙不忙？浪费不浪费人力物力？就算你死了，也会麻烦人打捞尸体，到时候就让所有人看看你长成猪头的样子，然后别人还要费劲把你拉走，法医检查身体，开膛破肚，然后再丢进炉子里火化。叶景轩越说声音越大，最后说完都开始了大喘气，并且当着你的面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看起来真要打119的样子。这一顿说辞对得你哑口无言，而且的确是打在了自己的7寸之上。他们两个人都选择这种地方结束，性格上多多少少有些类似，这基本上全被这个小姑娘说中了。你的确是想悄无声息的离开，眼下显然已经不符合条件了，于是你老实巴交的爬下栅栏。阿嚏！叶景轩来的时候没有带伞，衣服有些湿了，感觉很冷，打了个大喷嚏。你见状赶紧拾起来旁边的伞，把两个人遮在其中，然后脱下自己的冲锋衣递给女孩，但对方一把拍开你的手，她拒绝接受。我不跳了，行了吧？你把衣服穿上先。你一脸无奈的劝说道。见对方脸色缓和了一些，就赶紧不由分说衣服披在了他身上。叶景轩穿上后缩了缩身子，身子没有之前那么抖了。我真是倒霉啊，被你搅得一点自杀的心情也没了。你活该！你再次被对得哑口无言。这孩子一开始看起来柔柔弱弱，不爱说话的样子，对自己怎么这么利索？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你给我转了那么多钱，我就猜你会来这边。我的电话你怎么知道？跟心理医生要的。你听了他的解释一阵漠然，暗暗骂了自己好几遍。周末呀周末，你耍什么阔？转那么多钱过去，一下子暴露了自己今晚要干大事的企图。这下子好了，鸡飞蛋打，你把我好友加上去，你转回来的钱太多了，我还给你。叶景轩说着，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的脸，似乎生怕你突然跳下去。你看了一眼对方因为雨水打湿后乱糟糟湿漉漉的头发，张了张嘴，感觉说不用的话还会被怼，最后还是拿起手机加上了好友。见眼前这个男生听话，叶景轩的小脸不再那么严肃，皱起的眉头舒缓了一些。我马上把钱转。叶景轩话还没说完，就看到眼前的男生正看着自己后面，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他见状诧异的回过头，仔细看去，赫然发现远处雾气蒙蒙的远处栅栏上坐着一个身影，那道人影似乎正面朝着这边。见你和叶景轩看向了他，直接扭头看向了水面，一点也不带犹豫，直接让自己向前倾倒，一跃而下。紧接着一声闷闷的扑通声从下方传来。你和叶景轩都是一呆，你很快就反应过来，立即拨通了救援电话。哗啦啦啦，刚挂断电话没多久，雨势越来越大，桥面上也开始刮起了风，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你和叶景轩站在刚才那人跳河的位置，向下看去，黑漆漆的根本看不到有多深，就像是无底的深渊般，给人强烈的压迫感。你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读出复杂的神色。15分钟后，远处驶来的救护车划破了黑夜。是谁打的电话？人从哪里跳的？一名身穿救生服的大叔从车上直接跳了下来，就是这个位置，但现在风很大，也不知道那人会不会飘到别处去。你对着大叔解释了起来。等其他的搜救人员下了车，那位大
叔把你们带到了车里，他开始询问起来。我叫刘达，二位是情侣吗？我们是。你正想说不是，就感觉后腰上一痛，嘴角一咧，立即将快要说出口的话改了话锋。你没傻到认为这傻妞喜欢上自己吗？他这是让自己打个掩护。大叔有些好笑的看了你一眼，又看了看向你身后缩了缩身子的那名始终低着脑袋的女孩，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小情侣不去游乐场，不去商场，大半夜怎么跑着没啥人的桥上，还下着雨？你听出了大叔话里有探寻的意思，只怕他已经怀疑上自己会出现在大桥上的目的了。你感觉到旁边的女孩握着自己胳膊有些用力的样子，你扭头看了她一眼，反倒被对方瞪了一眼，有些无语。得嘞，就惹得起我。大叔您不是也怀疑我们要寻短见吧？你轻笑道，然后语气很是轻松的继续自顾自说了起来。桥边不是有个山海大世界吗？我们奔着这来玩的，到了就开始下小雨了，一张门票又贵，我们又怕玩的时间短了浪费钱，但来都来了，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去，我们又不甘心。正好我喜欢拍风景照片，感觉这大桥边起雾了，拍照应该不错，就跑过来溜达了。你说完，还把自己的手机打开相册递了过去。大叔没有接手机，只是随意瞟了一眼，发现的确有很多照片像是刚刚在这边拍的后，顿时心中疑虑去了不少。哈哈，小兄弟莫怪，职责所在，我在这里对你们赔个不是。说起山海大世界，那可巧了，我一位老友是这山海大世界的经理，他非要送给我2张票去玩，可惜我们老两口年纪大了，游乐场实在玩不来，人家又是盛情难却，我这正发愁呢，要不我正好把票送给你们吧，就当我为刚才的失礼赔礼了，好不好？说完，大叔一把挽住你的手，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真诚，这摆明了不让自己拒绝。你正想措辞，就又听眼前这刘叔转头微笑着看向了叶景轩，瞧我这脑子，自己瞎做什么主？这事也应该问问你小女朋友的意见才对。姑娘，你说呢？见刘叔一脸微笑看过来，叶景轩不自觉向后缩了缩身子，不由得紧张起来，转头把目光投向了你。我听我男朋友的，他的声音就像一串串清脆的银铃，很是好听。你心中一颤，听着这柔柔的声音，说自己是她男朋友，感觉心脏都猛跳了几下。想起现在可不是发癔症的时候，你立即对女孩报以微笑，轻轻点头，并且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她挽在你另一只胳膊上的手的手背，凉凉的、柔柔的，感觉很嫩的样子。而叶景轩感受到了你大手上传来的温度，突然感觉心安了许多。他本就冰雪聪明，只是比较怕生，容易紧张罢了。现在在你的鼓励下冷静了下来，很快就思索出大叔的用意，他很快就做出选择。那就谢谢刘叔了。叶景轩张嘴，怯生生的小声说道。好，对了，你们把身份证给我看一下，那全票需要登记详细，我给我老友报过去。刘叔微笑道。景轩，刘叔是个好人，我们把身份证给他吧。你扭头笑盈盈的对着旁边的女孩一语双关的说道。叶景轩听到你这么说，整个人一怔，他叫我景轩，冻坏了吗？你见叶景轩又变得呆呆的，怕刘叔看出其中猫腻，立即提高了些声音，又叫了一遍女孩的名字，然后还伸手穿过她额前的发丝，摸了摸她的额头，然后自言自语的嘟囔：奇怪，也不烫啊。给了这么长的打掩护时间，叶景轩终于反应过来，他感觉脸上烫烫的，抬头看了一眼你，发现你正用一种很温柔的眼神看向他，更是感觉脸上发烫的厉害。都听你的，他弱弱的说道，然后从自己的小包里摸索了片刻，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直接递给了你。你看着他这小脸红彤彤的样子，也是摸了摸鼻子，眼神飘忽看向别处，震惊。你深呼吸一口气，让自己努力恢复常态。刘叔看了身份证片刻，就点点头，还了回来。不多久，刘叔就把你们送到了城里。小伙子，我还有事，现在雨也停了，就送你们到这里吧。你们的票我就安排到明天了，要是没下雨，你们记得去啊。刘叔微笑，你们只想着赶紧下车，赶紧应承了几句，就打开车门下了车。等车子消失后，你们扭头看向对方，四目相对之下，都赶紧扭头避开。叶景轩又感觉脸上有些发热，你则是感觉刚才心跳突然快了几分，一下子两个人陷入了沉寂之中，有点尴尬。随后你们缓缓沿着街道向前漫无目的的走着。那个不好意思啊，刚才在车上我说话暧昧了些，最终还是你先打开了话匣子。我知道这都是为了忽悠那个大叔才这样做的，你不用道歉，倒是我给你添麻烦了。叶景轩听到你道歉，立即摇头，也给你道歉。而且他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就是跟眼前这个陌生的同龄男生，自己真的不会磕磕巴巴说不出话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式认识一下，我叫周末，海城交大大3学生。你整理完思绪后，很快就开始搭话，化解尴尬气氛。听到你这么说，叶景轩又扭头看了一下你的侧脸，有些疑惑的样子。怎么这副表情？你是不是心里边在想，你这人看起来和我也差不多大，都上大3了？你见女孩宝石般的大眼睛露出困惑表情，见怪不怪的笑道：见心思被猜中。叶景轩脸上一红，微不可闻的嗯了一声，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跳级上学了呀，还连跳了好几次。叶景轩闻言，大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看什么稀世珍宝一般上下打量。你学习成绩已经很好了，这你可就说反了。我成绩很差的，我爸妈走得早，二叔拿了我家不少钱，和我爷爷承诺会将我养到大学毕业，怕村里人非议，就安排我和堂弟都进了我们那里的好学校，那里学费可不便宜。我爷爷去世后，二叔想早点甩掉我这个拖油瓶，也不管我成绩如何，花钱找关系让我连续跳级，所以我现在18岁就大3了。你耸耸肩，有些无奈的说道：不过呢，也算是造化弄人，我跳级后成绩更是一塌糊涂，上高3前那叫一个惨，幸好上高3后，我那亲二叔说话狠狠刺激到了我，然后我就拼了命学了1年时间冲刺到了年级前10，也顺利考进了海城交大这所重点名校。叶景轩静静地听着你说完这一切，先是同情，然后是错愕，最后是震撼。他本身学习好，光维持现状就已经很困难了，很清楚想要做到学渣逆袭是多么千难万难，那你付出的一定很多很多。叶景轩轻声细语地说道，似乎是在安慰你。哈哈，你看我以前是没有白头发的，
的，你却是洒脱一笑，将脑袋稍微往叶景轩那边凑了凑，伸手抹开头发，露出里边的头发。叶景轩仔细看去，发现你头上隐藏着不少白发，哈哈，其实也还好，你是没见到老家邻居当着二叔的面夸他为了让我上海城交大，自己儿子都放养了。当时他那个脸色，我想一次就笑一次。你说完哈哈笑了起来，你这种心态也感染给了叶景轩，小姑娘也陪着掩嘴轻笑，两个人的氛围不知不觉就融洽了很多。两个人摆脱了刚才的尴尬，聊天的氛围轻松活跃起来。叶景轩也对面前的男生起了一丝好奇心，他看起来明明那么开朗洒脱，对以前不好的回忆都能一笑了之，可为什么现在还想了结自己呢？叶景轩想问问，但这是个人隐私，换成自己也不愿意随便揭开自己的伤疤，他怕破坏现在的氛围。想了想，还是放弃了乱打听的想法，转而问出了另一个眼下关键的问题：那个，我们明天真的要去山海大世界玩吗？叶景轩小声说道，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几乎微不可闻。去游乐场玩，这是情侣才能干的事情。他们虽然年纪相仿，但压根不熟，就见过2面，还是在那种环境和氛围下。第一次自己想了结，被对方给救了；第二次自己反过来把他给救了。这种怪怪的关系，怎么想一起游乐场玩都怪怪的。我的建议是，必须去。你扭头看着叶景轩笑道：喂，什么？叶景轩与他四目对视一下，他感觉眼前这名男生的眼神很是柔和，赶紧移开自己的目光，吞吞吐吐的问：因为真情侣是不可能放过这次白嫖的机会的，更别说是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学生党了。如果不去，就有可能会被请去心理咨询室喝茶，一喝就是3天的那种。你耸耸肩，解释道：听着你这么说，叶景轩想到了自己前几天刚刚在心理咨询室里的场景，脸色微变。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明天我们进去后可以各自活动，找个地方一蹲，用手机做下攻略，看看哪里还适合了结，等晚上闭关前再一起出来就成了。这样应该能暂时瞒过去，然后再去做想做的事情，岂不完美？你说话的语气很柔和，让叶景轩听起来很舒服，但内容多少有些奇葩。他是怎么做到将自杀这种事情，像是个谈论吃饭旅游一般，如此淡然的说出口的？比起他来，叶景轩感觉自己的包袱是不是太重了，同时也对眼前这名男生的内心更加好奇了。当然，下一次可不能再阻拦我了。你想到了什么？郁闷的补充了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你不懂吗？叶景轩张嘴就来，他也不知道为啥，就想跟眼前的男生抬杠。虽然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句话用来这里，你不觉得有些不礼貌？你哭笑不得的说道。一阵风吹过，你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晚上快10点了，就聊到这里吧。这附近宾馆蛮多的，咱们就在这分开吧。明天早上8点，山海大世界门口集合。你抬头四下扫视了一眼周圈，起码看到了7、8家宾馆灯火通明的正在营业。你就如此说道。但等了一会儿后，也没听到叶景轩答应，回头看去，就看到女孩正手足无措地看向自己，欲言又止的样子。怎么了这是？你问道。我身份证上的年龄还没满16岁。叶景轩弱弱地说道。这样啊，我试试看能不能用我的身份证在2家宾馆开2间房出来。你略一思索，就一拍大腿，直接向着不远处的宾馆走了过去。叶景轩怔怔地看着你的背影，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出声。5分钟后，你一脸郁闷地走了回来。不行，人家那系统连着公安网络呢，只能开1间房。说完，你挠挠头，看起来有些伤脑筋的样子。和女孩一起住宾馆什么的，你不是没想过，但真要到了眼前，看着叶景轩白净单纯的小脸，还有嘴角那一大片淤青，你就实在是生不出什么邪念。没事的，我在前台边的沙发上歇息就行了。叶景轩听到你这么说，低着头，勉强笑着说道：我们先过去吧。你没有直接回答，再次向着其中一家刚才去过的宾馆走了过去。看着面前男生的背影，叶景轩犹豫了片刻，还是跟了上去。叶景轩平时防备心很强的，换成别人，他是万万不敢随便跟着人进宾馆的，但对你，他有一种独特的感觉。你看他的眼神跟学校里的学生很不一样，很柔和，加上之前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借机会对他做什么，这让叶景轩对你多了几分信任。15分钟后，叶景轩有些小紧张的慢慢关上玻璃罩子，上了锁，伸出双手缓缓摘下自己的针织衫上衣，准备洗个澡。在大桥那会淋了不少雨，虽然在车上拿着毛巾擦了擦衣服，但身子上还是黏糊糊的，很不舒服。他看了几眼自己身体上好几处淤青，脸上露出有些挣扎的样子。他再次扭头看了前台你的位置，脸上的神色却柔和了一些。片刻后，叶景轩将还有些水汽的长发盘在头顶上，裹着雪白的毛毯，坐在床边，正用吹风器火力全开的来回吹着自己的衣服。女孩感觉吹得差不多了，就赶紧钻进被窝里，把自己全身裹起来，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夜景发起呆来。几分钟后，叶景轩突然从被子里伸出白皙的2条胳膊，用双手用力挠了挠自己的头，然后声音很小很小的自言自语起来：啊，人家的房间，人家的房费，用的人家的身份证，我自己睡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不行，还是把他叫上来吧，只要我裹好被子，他也看不到。就这样嘟囔了几句后，叶景轩拿起手机打起了电话。前台，你刚拿着毛毯准备睡觉时，前台小姐姐就过来似笑非笑的说道：刚才查房时，你女朋友说你要是不回去睡，她就下来陪你，然后又补充一句：我可没乱讲啊，这是原话。而且你女朋友说这话的时候可认真了，你要不上去，她估计真的就下来找你了。你放下手里的手机，挠挠头，有些尴尬的对着前台说了声谢谢，想了想还是把毛毯递给了前台，起身向着2楼走去。既然人家一个女孩真的不介意，自己一个大老爷们也就没必要矫情了。砰砰砰，你来到了房间门口，轻轻抠了3下，看着门牌号，一想到里边有个漂亮女生叫自己进去，心中就升起了一股微妙的感觉。没过一会儿，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响起，很快传来了女孩闷闷的声音，似乎还有些紧张的样子。谁啊？
周末你回了一句，心想这丫头还挺警惕，知道她这是怕有别的什么人敲门，可是却允许让自己进去，这是对自己很信任吗？那个，我打开锁，等过个10秒钟，你再推门进来。女孩又紧张兮兮的说道，有点闷闷的声音再次传进你耳朵里。好，你有些疑惑，但这个要求很简单，还是直接答应了下来。吱呀，房门很快响起一阵开锁的声音，微微打开了一条缝，然后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远去，同时你也闻到了一股沐浴露特有的清香。这是刚洗完澡吧？你不禁有些想入非非，然后晃了晃脑袋，赶紧去除杂念。15秒的时间很快，你伸手轻轻推开了门，映入眼帘的首先是玄关地上还有些湿湿的鞋印，然后就是更浓郁的沐浴露清香传来。我进来了。你看到灯光都打开着，但没看到女孩的身影，就试探着说了一句，但等了一小会也没有人回应自己，就直接迈开腿走了进去。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紧张了起来。少女，宾馆，上锁的房间，刚洗完澡，就我们两个，这些元素在你的脑海里生出，很快组合起来，让你的脸也有些发烫，心脏也跳得快了几分，甚至感觉喉咙有些发干。很快你就看到了里边靠窗的那个床，人一愣，然后就不免觉得有些好笑。洁白的单人床上，一个把被子裹成一团只露出盘着头发的奇特生物出现在那里，眼睛以下的半张脸也全部遮住，只露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盯着你。你笑什么？女孩见男孩一脸忍俊不禁的样子，漂亮的大眼睛翻了个白眼，弱弱说道，没事。你摇头，还不是特别熟悉，不好开玩笑。但叶景轩这个样子实在是太逗了，实在是有些憋不住，有话就直说。叶景轩有些气鼓鼓的说道，那我说了，你现在好像一只成精了的海螺呀。你说完实在是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叶景轩闻言有些小尴尬，见你笑话他这么开心，又好想冲过去给你一个背摔，但他里边只穿着贴身的2件小衣，被子露出个缝隙就会在你面前春光乍现，连个胳膊都不敢伸出去。见女孩眼中闪过一丝恼怒，你识趣的收起了笑容，然后眼睛就看到挂在不远处的针织衫和牛仔裤，顿时明白过来，现在这只海螺姑娘里边只穿着小嗨嗨，再加上时不时涌入鼻腔的沐浴露香味，你赶紧扭过身去，身体有些僵硬的开始收拾自己的单人床，就拿这个考验干部。你不禁心里头想起了这句台词，同时心里边对眼前这个女孩的印象变得很好起来。叶景轩一定是一出医院立即就跑过来阻拦自己了，别说换洗衣服，就连伞都没来及拿，这才浑身湿成这样。现在即便是这副面孔，也允许自己和他睡在一个房间。叶景轩看着柔弱怕生，实则性格要强，不愿意亏欠别人恩情。比起那个天天就知道扑自己的前女友，叶景轩不仅比她小漂亮，这性格也胜出太多。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让刚认识的叶景轩和自己的前女友对15分钟后，2个人躺在各自的单人床上，裹着各自的被子，都是目不转睛的看着天花板。在安静的房间内，你们都在想一个问题，我不是想了结自己吗？怎么现在跟同龄的异性住进一个宾馆了？你感觉自己就跟做梦一样，于是你机械的扭了扭头，看向了女孩的床边，结果发现隔壁单人床上的那个傻妞也同时看了过来，并且她见自己看过来，大眼睛睁得更大了，像2颗晶莹剔透宝石般。2个人四目相对后，就听到那个傻妞突然发出一声可爱的声音，把头埋进了被子里。呵呵，你再次看向天花板，不是做梦，不是做梦。沉默许久后，你拿起放在床边的手机，看了眼时间，时间不早了，关灯睡觉吧。你说道。叶景轩没有说话，反倒是你自己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打开一看，不禁莞尔，晚安。这是自己手机里唯一的好友小叶子发来的信息，紧接着就是对方的转账信息，对方向你转账1900元。你一愣，简单算了一下，这差不多是自己上次转给他的钱减去自己坑他的本金，再刨去这次住房前1半的金额。被窝里，叶景轩感觉自己都快泪流满面了，自己没有经济收入，只有一些微薄的奖学金，如果有了这2000元可以够自己生活很久了，但他也明白这不是自己的钱，即便对方打算把钱真的不求任何回报的给自己，他的内心也是难以接受的。他不喜欢别人的施舍，尽管这是一笔巨款，他也不要。更何况如今这局面，回学校就跟进入梦魇之中没什么区别。他并没有回去的心思，还是在默默盘算着去哪里了结自己。要钱有啥用？很快，叶景轩就感觉到外边的灯光都熄灭了，偷偷把头露出来后，借着外边的月光，还是能依稀看得清楚房间内的场景。见隔壁床上的男生还在静静的躺着，心中又松了口气，不由得对这个你好感又提升了几分。但很快，叶景轩就发现，刚刚在街上有点冷的时候还比较犯困，但现在钻进了温暖的被窝里，就一点也不困了，反而很精神。但2个人都没有说话，整个房间一直保持安静。就这样一直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后，叶景轩愣是没睡着，他有些忍不住了，悄声开口：“你睡了吗？”等好几秒也没见人回应。正当叶景轩以为你睡着了时，突然一声没有传来，让他精神一振：“那个，你也睡不着吗？”“不知道为啥，感觉自己很精神，就是睡不着。你可以数羊，我试过，这招对我不管用，我越数越精神。有一次我数了1夜。”听到女孩声音越来越小，你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喜欢听故事吗？”见你这么说，叶景轩眼睛亮了一下，喜欢。下意识说完后，叶景轩就有点后悔了，怎么能好意思让刚认识的人给自己讲故事呢？你喜欢听哪一种？叶景轩闻言一愣，你的意思是你会讲很多种故事的意思吗？这么厉害，都行吧。但他可不好意思挑剔，于是这般说道：“那就讲个3只小猪盖房子的故事吧。从前有3只可爱的小猪，它们分别是大猪、二猪和小猪。3只小猪都长大了，他们决定离开妈妈，各自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一听到这个小时候很经典的故事，叶景轩有些傻眼，这是把自己当小孩哄了。可你讲得很细致，绘声绘色，不知不觉叶景轩就仔细听了起来。等你讲完后，他的小脸上露出了有些雀跃的样子。想不到这个你竟然这么会讲故事，你好厉害。还行吧，其实我最会讲的是自己胡编乱造的故事。比方说，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家伙欺负我，还有个有好感的女生，我就会幻想把欺负人的那个家伙说成恶魔，有好感的女生说成公主，而我就是勇士，然后把故事串起来讲给我的小堂妹听。虽然小孩子听
听不太懂，但哄睡效果还是妥妥的。其实你这么说是有目的的。在你接收了那2000多块钱后，内心突然涌出了一个念头，不管怎么说，这次在大桥边是他救了自己。看着他漂亮纯澈的大眼睛，看着他嘴角那一大片淤青，看着他淋成了落汤鸡急忙忙跑过来救自己的样子，再想到几天前初次见到他时，他脸上那种空洞麻木的神情，你突然想在自己走前，帮着名叫叶景轩的高3女生走出阴影，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为此，你甚至心里瞬间就有了个初步的计划。但叶景轩迟迟没有说话，你只好再次打破宁静。你还记得报警的那个司机师傅吗？我上桥前，他告诉我，这人一辈子没有过不去的坎，感觉生活艰难就换一种生活，感觉没人在乎就去寻找一个能珍视自己的人。我相信总有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那一天。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叶景轩附和道，眼中再次闪过落寞的神色。若是自己能摆脱那些人，能够一心一意好好学习的话就好了。叶景轩听了，心中颇有些触动，一时间脸上露出有些挣扎的神色。最终，他还是开口了：“我想听一听你胡编乱造的故事。”好，你说下你想设置的人物和场景。一个女孩，首先说明啊，不是我。我知道不是你。她长得还凑合，学习特别好，但家里很穷，差不多是个没人管的孤儿。虽然她没什么钱，但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被重点中学录取了。班主任是年级副主任，人很好，不仅免除了所有学杂费，每次都会把奖学金1000块亲自送给她。虽然不能像班里的一般同学那般天天吃零食，但能吃饱，能好好学习，女孩觉得已经很知足了。直到上高2下学期后，女孩成功取得了年级第1，厄运就来了。你听出了蹊跷，但也没有打断她说话，认真体会对方到底想说什么。她在代表全体高2在操场演讲后，引起了一名男生的注意。这名男生是女生圈子里知名的什么校草第一，很多女生都喜欢他。这名男生开始追求这个女孩，女孩只想着好好学习，不想分心其他事情，但对方始终纠缠不清，不仅仅给这名女生带来了困扰，还引起了某些女生的妒忌。她们是学校有名的坏学生，家里还有些背景。这些坏女生找到了这个女孩，开始威胁她，让她拒绝所谓的校草，否则要她好看。女孩拒绝了校草，但对方仍旧死缠烂打，这惹恼了这些坏女生，她们不去找校草，反而开始找这名女生的麻烦。从一开始的故意损坏女孩的文具，到偷偷在女孩晒在衣架上校服上弄饭汤，女孩告知了老师，但可能是因为坏女生家庭背景的原因，并没有管，而且校长也和她家很熟。后来女孩就挨打了，校草还在继续纠缠女孩，女孩指着脸上的伤告诉她，让她不要再来纠缠自己了。但校草不放弃，还去找了坏女生理论，结果是女孩受到了更加猛烈的殴打。女孩想着忍忍，毕业就好了，尽量躲着他们。但上高3后，坏女生动用关系把女孩调到了一个宿舍里，噩梦也就开始了。校草知道后，一边劝说坏女生，一边还在女孩抽屉里塞情书，这让坏女生暴跳如雷，每天一顿打不说，还开始正大光明在女孩床上泼饭汤，故意把女孩内衣裤丢在男生宿舍门口，甚至还排泄物弄到女孩的枕头上。叶景轩说到最后，声音甚至都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你见对方说完话，合上了眼睛，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是叹气，更像是把一股怒意化成气呼出鼻腔嘴巴。如果说自己自杀是因为心理问题的话，那叶景轩应该是相反的，就是外部环境逼迫的问题。背景我知道了，那么你希望故事里的女孩变成什么样子？只要能摆脱这些男女的纠缠，让她好好学习，顺利高考，对她而言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好，你开始思考破除女孩现状的可行办法。